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正式的聊一聊提丰这位暴露狂究竟值不值得抽。提丰的实际数值可以说是超乎我的想象，因为各种数值都给的比预期的来得高。提丰的特性会让它在普攻和发动战技造成伤害时，都可以获得1层封印，每层封印可以获得暴击率提升 5% 和闪避提升 1.6%。暴击率提升的数值是1层 5%， 这个和当初设想的一样。不过能叠的层数就比预料的10层高了很多，既然可以叠40层之多。叠满40层，一共就是 200% 的暴击率和 64% 的闪避率。作为新系统化是人的提丰，每上阵一名协同队员就可以获得 25% 的协同增伤和 15% 协同减伤。最多可以激活2名协同队员的提升效果，也就是最高 50% 的协同增伤和 30% 的协同减伤，并且协同中的成员也可以获得提丰的封印效果。不过测试后却发现协同队员最高只能叠加16层封印，也就是最多只能获得 80% 的暴击率和 25.6% 的闪避率而已。这和提丰自身能获得的暴击和闪避加成真的差了非常多。看来官方也没有意思要让旧角色变得太强。经过测试，提丰要叠满40层封印，总共需要1分30秒左右的时间。但只要每上阵一名协同队员，提丰在战斗开始就可以直接获得15层封印。只要上阵2名协同队员，战斗开始就可以获得30层封印。这样只需要22秒左右就可以叠满封印了，速度快了非常多。所以提丰这位角色基本是离不开他的协同伙伴了。不管是协同增减伤和叠封印的速度，都深深的和协同队员绑在了一起。提丰的特性是攻击3次就会对主目标造成2段一共攻击力 600% 的物理伤害，若暴击则可以恢复造成伤害 40% 的生命值。600%这个数值在战技伤害里算是个中规中矩的数字。吸血 40% 这个数值也比同样能吸血的尤利乌斯高。尤利乌斯的吸血只有 30% 而已，不过提丰是每3次攻击才能释放1次战技吸血。尤利乌斯则是在攻击20次，叠满3层幽影后，每次攻击都能吸血。尤利乌斯和提丰的基础数值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而且巧合的是，他们俩的战技伤害也都是600。经过不严谨的测试后发现，结果是尤利乌斯的吸血能力更胜一筹。在战斗临近完结时，就可以清楚地看见尤利乌斯的血量是比提丰更高一些的。当然，这样的测试并不准，因为提丰是暴击伤害类的角色。这种角色是攻击数值越高，之后的暴击伤害收益就会越高。而我现在用的都只是无装备的测试而已。相信在数值提升后，提丰的扛伤能力就不会输给尤利乌斯了。不过在伤害方面，即使在低数值的环境下，提丰的输出也已经小胜尤利乌斯。若上了1名协同队员，可以清楚地看见提丰的伤害至少提升了1半。远远地把尤利乌斯抛在了后头。提丰可以说是尤利乌斯的上位版，有了提丰后，换取尤利乌斯的价值就没这么高了。这时你可能会问，那么仙灵秘教是不是该优先换齐格鲁纳会比较好？我想齐格鲁纳的下场应该也和尤利乌斯差不多。如果没意外的话，下半池的塞利尼亚就是齐格鲁纳的上位版了，所以他们俩现在先拉谁？差别都不大了，只希望杰西德不会落得和他们同样的下场。最后是提丰的奥义，可以对指定目标造成攻击力 5100% 的物理伤害，同时也会对目标周围一定范围内的敌方造成攻击力 600% 的物理伤害。这个数值也相当惊人，要知道即使是魅斯的自爆伤害，倍率也只有3000多而已，这可是魅斯以命换来的高倍率。不过这个看似很高的伤害，为何在前面的测试就比尤利乌斯多了那么一点儿呢？除了前面提到的用来测试的基础数值比较低的原因外，
另一个原因就是提丰奥义的暴击转暴击增伤的能力，这时候是还没有发挥出来的。这是他在不带协同队友的情况下唯一能拥有的增伤了。提丰的奥义会使风翼提供的暴击率效益再提升 50%， 然后溢出的暴击率才会以 80% 的转换率转换成暴击增伤。银鱼写的初始暴击率是 5%， 满暴击则是 300%。本次测试的角色全是空装上阵的，所以提丰奥义所提供的暴击率也只是刚好让他达到可以满暴击的水平而已。多出来的暴击率也只有 5%， 这时的暴击增伤转换率也只有 4% 而已，就和没有增伤一样。所以提丰除了需要带协同队友给他增伤外，他还需要再带能提供暴击率的队员，才能真正的让他获得暴击增伤的收益。现在能给提丰提供暴击率的只有希波蒂，加上希波蒂刚好又是协同队员，所以现时带上希波蒂就是提丰最好的增伤选项。希波蒂不仅能提高暴击率，还能让提丰额外获得协同增伤，这样输出就会更高了。不过希波蒂也只能提供 40% 的暴击率，这个提升其实也不算多。相信下半池的塞利尼亚才会是提丰提升暴击率的核心人物。塞利尼亚刚好也是满月眷属，并且也有协同效应，所以他应该才是提丰的最佳搭档，希波蒂只是下位替代而已。遗产装备，提丰是主暴击的，所以遗产自然也是要带和暴击相关的了。这么一来，选择就只有贤者之石和撒旦之息了。会影响你装备哪个遗产更好的因素有2个，第一是提丰的练度，第二就是遗产的等级了。贤者之石提供的是暴击率，触发暴击后就会发动遗产的技能输出一次，冷却时间是6秒。贤者之石更多是依靠遗产的固定技能来输出的，所以对角色练度的要求会比较低，比较适合练度低的提丰来使用。而且贤者之石提供的暴击率也可以带给提丰 10% 左右的暴击增伤，这个暴击增伤对提丰的普攻和战绩都能有提升。撒旦之息提升的全是奥义伤害，这和眷属本身的培养连接比较大，特别是在你的奥义等级还没有提升上去之前，使用撒旦之息的收益就会越低。我的提丰奥义等级只有4级，经过不严谨的测试后，装备5级贤者之石的提丰一共打出了281000的伤害，而装备了2级撒旦之息的提丰只打出了269000的伤害，所以有没有5级技能的支援，伤害还是差蛮多的。所以结论就是，培养度高的提丰优先使用撒旦之息，反正则使用贤者之石即可。最后还是要看哪个遗产先开了等级5的技能，就优先使用哪个。技能加点，前面说了这么多，肯定是要优先点奥义的了。因为提丰的主要输出全都在奥义之上，而且每升1级所提升的倍率还非常多，非常值得拉满10级。其次可以点战绩，因为战绩事关提丰的吸血能力，至少升到7级。普攻则只要维持4级就可以了。最后是提丰该不该抽的建议，结论是必抽的。不过并不是因为他的能力有多强，只是因为新的装备本限制了只有高爆伤的角色才能打出伤害，所以目前也只有提丰有能力打通第3层。相信之后的3个部位装备本也会是同样的套路。3个画室人会分别对应召唤、持续伤害和普攻的队伍。提丰的上限并没有很高，抽它其实只是为了要打爆伤副本，单体伤害也限制了他能登场的场景，相信日后他也只会在打单体首领的活动副本中出场。需要强绑2个协同队员是他的硬伤，这也限制了他日后的发展。加上提丰的封印效果只能用来支援固定的协同队员，而无法用来支援后续的新角色，这些种种的原因都把它的功能给定死了，日后很难再有什么发展空间。下半池的塞利尼亚应该就是提丰最后的升级配套了。相信未来的日子，提丰都会和塞利尼亚一起绑定上场。有了塞利尼亚后，相信大家一定都可以顺利通关新装备本的第3层。
所以提丰只抽一只就可以了。近来有零星的消息传说，很快就会有联动，所以大家还是把月之提留起来给联动角色吧。按照妮基的传统，12月圣诞一定会有限定池，所以联动也有很大概率会在那个时候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